俄罗斯系统工业部主任奥茨列多夫近日对媒体透露，新型武器 TOS-3 代号龙的商标已经注册完毕，只等合适的时机与大众见面了。在俄罗斯的装备体系当中， TOS 系列火炮代表着陆基云炮弹发射装置的发展主流，有屠城神器、攻坚武器、喷火巨兽等众多称谓传言。由于 TOS-3 还没有实物照片公布，今天咱们就以 TOS-1 和 TOS-2 为例，简单聊一下这辆多管火炮，看看它到底有没有传言中说的那么厉害。TOS-1 又称喷火巨兽，又或是新型喷火坦克，是一款俄罗斯制造的自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这款火箭发射系统产自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对纵火型大杀伤性武器的需求，功能上沿用了苏联早期喷火坦克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富汗战场，山地丘陵地形众多，于是苏联人就在 T-72坦克的底盘上加装了一个外形酷似机器人瓦力头部的30管220毫米口径自行火箭系统。TOS-1 就这么诞生了。简单看一下基础数据， TOS-1 重 45.3 吨，长 9.5 米，宽 3.6 米，高 2.22 米，操作员3名，动力装置为 V84MS 柴油发动机，可输出840匹马力，作战范围550公里，时速每小时60公里。仅从以上数据来看， TOS-1 的结构简单，技术方面也不复杂。之所以名号比早期的喷火坦克响亮，主要跟它使用的云炮弹有关。云炮弹改进于凝固汽油弹，早在越战期间美军就曾使用过。相比于凝固汽油弹，云炮弹更加具有杀伤力。炸药通过气溶胶效应，可以毫不费力地渗透到建筑物和洞穴当中。第二次爆炸点燃这片化学云后，就会导致一场巨大而持久的燃烧。第一次爆炸先是把高能燃料均匀地散布在空气当中，再通过第二次点火引燃处于凝胶状态的空气。一次发射可以让4万平方米，也就是4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缝隙被彻底点燃。炙热的爆焰会使整个燃烧区域的生物因缺氧和呼吸道烧灼以极其痛苦的状态死亡。在上个世纪，云炮弹就被认为是除小型战术核武器外最具破坏性的爆炸性武器之一。较早期的喷火坦克 TOS-1 系统不仅可以能随时跟得上大部队的推进，在射速方面也很超前。发射单枚炮弹或2枚齐射只要 0.5 秒，一轮30枚炮弹打完也仅需 7.5 至15秒的时间。唯一缺点的就是射程太短，最大射程也就只有 3.5 公里。如果我们从实际的部署意义出发，射程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这种武器其实和普遍意义上的火箭炮不同， TOS-1 的火箭弹战斗部重量占比远远高于普通火箭弹。早期的 TOS 火箭弹为了增加战斗部威力，射出炮管后，炮弹发动机就会停止工作，这也是它射程短的原因之一。如果像常规火箭弹一样减少装药，虽然射程会有所增加，但是毁伤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对于当时的很多坚固目标来说，还是需要大装药的毁伤效果。所以 TOS-1 并不是普通火箭炮能够代替的。从俄罗斯自己的改进也可以看得出来， TOS-2 也是仅只是改进了机动性和车载火控设备，这基本上仍然是一种用途细化的攻坚武器，而非传统的火箭炮。2003年，俄军对 TOS-1 进行了升级，在外形上 TOS-1A 和 TOS-1 的区别较小，只是将原来的瓦砾换成了一个标准的长方形。主要更新的部分在内部，比如更换 T-72A 坦克底盘，发射管数量从30根减少到了24根，增设弹道计算机、ED-14激光测距仪和火控系统 TKN-3A 瞄准镜、JPK-59导航系统、R16350U 无线电台、R174对讲机和4连装 902G 烟雾弹发射器等等。升级后的 TOS-1A 系统由1辆作战车辆和2辆补给车组成，补给车可携带2套火箭发射系统和24枚备用火箭弹以及燃料。新款弹药温压弹的配备使 TOS-1A 射程较 TOS-1 的 3.5 公里提升到了6公里，精度也提高了8米。火控系统和底盘升级使其战场生存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接下来咱们再简单了解一下温压弹的爆炸原理。温压弹是云炮弹的改良版，或者叫高级版，它采用固体燃料加氧化剂这一组合，二次引爆的杀伤能力更强。TOS-1A 的温压弹编号为 MO10104，
爆炸产生的压力相当于每平方英寸427磅。当人类或者生物处于此压力之下时，首先是眼睛脱出，破裂耳膜，其次是肺部空气被抽出，紧接着肠胃和其他内脏相继出血，杀伤手段极其残忍。因此，温压弹在现代战争上是否能合法使用，仍然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从阿富汗战争到本世纪的牙牙冲突，无论是 TOS-1 还是 TOS-1A， 一直都被用在第一线。TOS-1 第一次被公开是1999年，但是它的第一次使用却是1988年的阿富汗。当时俄军采用特种分队的形式向战区渗透，发现车臣武装分子的具体位置后， TOS-1 立即开火，仅一轮攻击就将格罗兹尼有一座小城打成了一片废墟，造成237人伤亡。2016年 TOS-1A 在阿勒颇展开部署，2轮射击共造成160名以上的武装分子因爆炸和窒息死亡。从以上的实战特征不难看出， TOS-1 以及 TOS-1A 的战绩和威力都不容置疑，但是这不代表它没有问题。经过多次实战部署， TOS-1 射程近的弊端越发明显，哪怕是6公里射程的 TOS-1A， 射程短就需要尽可能的靠近前线。如此一来，现代大多数反坦克导弹都能有效威胁到 TOS-1A。 一枚远距离反坦克导弹摧毁 TOS-1A 在纳卡地区的冲突中也有出现过。在进攻端， TOS-1A 的输出方式和今天的精确制导截然相反，它仍然在追求大范围火力覆盖。虽然这种方式符合俄国人的暴力倾向，向下对付一些弱鸡没有问题，但是在面对拥有中远程制导武器的对手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且不说中远程巡航导弹，单单非线性制导武器，比如长钉 NLS、自杀式无人机等等，就够 TOS-1A 喝上一壶的了。在2020年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彩排中首次亮相的 TOS-2 是俄军 TOS 系列的最新轮式型号。TOS-2 采用63706、0120 6x6轮式高机动卡车的底盘，最高速度达每小时100公里，驾驶舱装甲可抵御小口径武器或炮弹破片的袭击。18连装220毫米火箭弹发射器，可发射包括温压弹、燃烧弹以及烟雾弹在内的多种火箭弹，配备计算机火控系统、惯性导航装置及瞄准系统。在完成一轮起射后，可利用车载吊臂快速完成2次装填。TOS-2 射程达12公里，比前一代增加了1倍，这就说明它可以在更安全距离发起攻击。比起上一代， TOS-2 显然更适合现代战场。不过，由于战争方式较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公里不再是一个安全的距离。比如美国援乌的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海马斯，射程起步就是2公里，最高可达499公里。即便美军不提供增程火箭弹，火箭炮打击距离也能达到接近80公里。M30、M31 两型精确制导弹药在 M26 的弹体上又分别增加了制导组件和压式控制组件，精准度高达 2.1 米。搬出以上数据，并不是说 TOS-2 不堪一击，而是说在现代战场上，大范围火力覆盖的打击方式已无法和精确制导弹药形成抗衡。进入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基本都装备了 TOS-1 和 TOS-1A 以及50余辆 TOS-2， 显而易见，该系列火炮的损失率是非常惊人的。正是基于这一点，火力军猜测正在研发中的 TOS-3 会在保证自身的生存能力方面大做文章，比如如何防止无人机的打击。除此之外， TOS-3 很有可能会采用 T80、T90 甚至 T14 坦克的底盘来开发新系统，提高计算机、火控、观瞄等设备的性能，再度增加弹药射程，这些也都会成为 TOS-3 的设计重点。总而言之，无论怎么升级，喷火坦克的基本原理和用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至于这辆新型的俄式暴力武器能否适应现在的战场，就得看 TOS-3 投入实战后的表现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节目再见。